花开锦绣为什么突然吸粉？丁禹兮、邓恩熙把一场逃亡演成了命运相逢。最近的古装剧市场又出现了一部让观众越看越上头的作品。它没有一开场就用甜蜜爱情抓住观众，也没有把所有看点都放在男女主撒糖上，反而是从一场喜事与一场丧事的强烈反差开始，把一个原本生活在锦绣之中的世家小姐直接推向了命运的悬崖。这部剧就是丁禹兮、邓恩熙主演的《花开锦绣》。剧集改编自滋滋同名小说，由邓科执导，南震编剧，丁禹兮饰演赵灵，邓恩熙饰演傅庭云。官方资料显示，该剧共36集，类型融合古装与爱情元素，核心故事围绕傅庭云遭人诬陷后，与私盐贩子赵灵被迫踏上逃亡之路展开。但如果只是世家小姐爱上草莽英雄的套路，花开锦绣显然不会有这么强的讨论度。真正让观众产生代入感的是，他讲的根本不只是爱情，而是两个原本处于完全不同世界的人，如何在乱世和困境中被命运强行绑在一起。傅庭云最开始是什么样的人？她是江南世家小姐，是家族精心培养出来的闺阁女子。她拥有身份、教养和看似稳定的人生。可是，在家族利益和名声面前，这些东西又有多重要呢？答案可能非常残酷。当她遭到诬陷，家族首先考虑的不是她到底有没有错，而是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整个家族的脸面。于是，一个原本身处锦绣之中的女子，转眼就成为了需要被牺牲的人。这也是花开锦绣最狠的一点，她没有把所谓的家简单拍成温暖的避风港。有时候，真正把一个人逼上绝路的，恰恰就是他最熟悉的人。而剧中那个极具冲击力的画面，就是喜服与丧服同时出现，一个本该象征人生新阶段的红色，一个象征死亡与结束的白色，在同一个故事里产生碰撞。前一秒可能还是人生大喜，下一秒却已经变成了生死困局。这种视觉上的反差，其实也是傅庭云命运的缩影。他没有做错什么，却必须承担所有后果。他不是因为爱情离开家族，而是因为家族已经容不下他。所以当他遇到赵灵之后，这段关系才显得格外特别。因为赵灵和傅庭云从一开始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一个来自世家，一个出身草莽，一个熟悉礼法和家族规则，一个在江湖中摸爬滚打，一个曾经拥有稳定人生，一个早已经习惯面对风浪。可是命运偏偏让他们相遇了。赵灵是私盐贩子，按照传统古装剧的设定，他本来应该是一个危险人物，但这个角色又并非单纯的浪荡公子。官方对赵灵的设定是豪爽重情，出身草莽却心怀壮志。所以丁禹兮这一次最有意思的地方，并不是单纯演一个帅气男主，而是把赵灵身上的江湖气、少年感和责任感揉在了一起。他看起来洒脱，实际上却比很多人想象中更加重情重义。而傅庭云真正需要的，也不是一个站出来替他解决所有问题的英雄，他需要的是一个愿意相信他的人。当整个家族都怀疑他的时候，赵灵却成为那个愿意站在他身边的人。这也是两人关系最容易让观众上头的地方。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见钟情，而是从互相利用到彼此信任，再到真正把自己的后背交给对方。这条感情线因此显得更加真实。因为人在最狼狈的时候，才最容易看清楚谁是真正愿意陪你走下去的人。花开锦绣还有一个非常聪明的设计，就是把爱情放进了逃亡之中。两个人为了摆脱危机，被迫以夫妻身份同行。表面上看，这似乎又是古装剧非常熟悉的先婚后爱。可是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它的底层逻辑完全不同。他们必须一起面对家族、官场、严政以及一路上的各种危机。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因为甜蜜而靠近，而是因为危险而靠近。越是危险，他们越需要彼此；越是需要彼此，他们越容易产生信任。而信任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才慢慢变成爱情。这种感情的发展速度，反而更加容易让观众产生代入感。因为真正让人心动的，从来不只是他说喜欢你，而是当所有人都离开的时候，他依然没有走。傅庭云的人物成长同样值得关注。
如果她只是一个等待赵灵保护的柔弱小姐，那么这个故事其实很容易落入俗套。但她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是她并没有因为遭遇打击而彻底失去自己的判断。相反，越是经历困境，她越开始主动寻找真相。从一个被家族规则束缚的世家女子，到一个敢于为自己命运做决定的人，这种变化才是角色真正的成长。所以，花开锦绣真正想讲的，也许从来不是小姐遇到了一个好男人，而是一个女人在失去原本拥有的一切之后，终于开始真正决定自己的人生。而赵灵也并不是简单的成为她的保护者，两个人更像是互相成就。傅庭云让赵灵看见了更大的世界，赵灵则让傅庭云知道，即使离开家族，她依然可以拥有重新开始的人生。这才是这对 CP 最有意思的地方，他们不是谁依附谁，而是两个原本完全不同的人，在一次次并肩作战之后，慢慢成为彼此最可靠的伙伴。当然，花开锦绣能够吸引观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没有把古装世界拍成一个完全脱离现实的幻想世界。虽然故事发生在古代，但人物面对的问题却非常现代。家族名声、个人选择、女性命运、阶层差距，以及一个人到底应该按照别人安排的人生生活，还是为自己争取一次机会，这些问题放到今天依然成立。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观众会觉得，这部剧表面上是在讲古代人的故事，实际上却很容易让现代人产生共鸣。因为我们每个人或许都经历过类似的时刻，明明自己已经很努力，却因为别人的一句话陷入困境。明明没有做错什么，却必须承担别人制造的后果。甚至有时候，最让人失望的不是陌生人，而是自己最信任的人。而花开锦绣把这种情绪放进了古装故事里，于是所谓的命运感就出现了。傅庭云和赵灵第一次相遇的时候，谁都没有想到对方会改变自己的人生。他们只是两个被现实推着往前走的人，一个逃离家族，一个逃离自己的过去，最后却在同一条路上越走越近。这也是这部剧最浪漫的地方，不是我在人群中第一眼就认出了你，而是我原本不知道你是谁，但走过这么多风雨之后，我发现你已经成为我生命里无法替代的人。从这个角度来看，花开锦绣的爱情其实非常克制，他没有一直告诉观众他们有多相爱，而是通过一次次选择，让观众自己感受到这段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当两个人愿意为了对方承担风险的时候，当一个人明明可以离开，却选择留下来的时候，当他们从假夫妻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伙伴时，爱情其实早就已经发生了，只不过他们自己还没有说出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部剧能够在8月古装剧赛道中获得关注。腾讯视频官方页面目前将《花开锦绣》定位为2026年古装爱情剧，并确认丁禹兮、邓恩熙领衔主演。而从目前释出的预告和剧情信息来看，这部剧最大的卖点也确实不是单纯的甜，它更像是一场命运公路片。两个身份、性格和人生轨迹完全不同的人被迫走在一起，他们一边逃一边查，一边寻找真相，一边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从最开始的陌生人逐渐变成了彼此最坚定的选择。所以，如果你问花开锦绣为什么能够吸粉，答案可能并不复杂。因为观众看到的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爱情童话，而是两个普通人在命运面前不断挣扎，却依然选择向前走的故事。傅庭云失去的是原本看似完美的人生，赵灵失去的则可能是一个普通人安稳生活的机会。但他们最终都没有停留在失去之中，他们选择重新开始。这才是花开锦绣最打动人的地方。花未开的时候，他们都是被命运推着走的人，而当他们终于敢于反抗命运的时候，真正属于自己的锦绣人生也才刚刚开始。也许这就是这部剧最想告诉观众的一句话：命运可以把你推入低谷，可以让你失去身份、家庭，甚至曾经相信的一切，但它不能决定你最后会成为怎样的人。真正决定人生方向的，从来都是你在最艰难的时候做出的那个选择。而傅庭云和赵灵的故事，恰恰就是从那个选择开始。如果你也在追花开锦绣，